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5日啊，圣诞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那么现在时间是下午13点4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外围市场啊，那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六周日啊，下周一不开盘啊，因为圣诞节的原因不开盘，所以呢整个金融市场都在等待道指下周二开盘以后的一个动作啊。这样呢，节假日呢，让比特币处在一个非常平静的震荡期啊。但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日线级别的12月15日这一天啊，它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后面的阴线呢，我们认为可以合并成一组阴线啊，也叫八戒阴线组。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就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从而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最终呢，它会跌到32000点附近。那么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我们看周线级别已经出现了两根标志性的阴线组，第一组呢也叫悟空阴线，第二组叫八戒阴线。那么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如果出现的话，道琼斯工业指数将最终回到它的下跌通道当中。我们看之前的反弹呢，就是由下跌通道的底边线发生的反弹，最终突破了一个下跌通道，那么形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并且在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呢，出现了一个高位震荡啊。高位震荡的途中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走出了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结构啊。那么一个左低右高的结构，往往是一个诱多的结构。诱多之后，行情开始急转直下啊，最终呢出现了一个我们推测的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啊。在这样的预期下呢，未来可能会走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并且有可能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轮极端的下跌。所以呢，在节后在圣诞节之后的行情，我们依然是以看空为主。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整个周末圣诞节前夜圣诞节，甚至包括圣诞节后面的这一天连续3个交易日，我都认为它是一个震荡行情。因为美股不开盘，所以我们暂时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方向。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4小时级别上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出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4小时级别上走出了4次等位置波谷。4次等位置波谷呢是符合江恩的等位置波谷定律的容易出现一个新的低点。但是在结构当中形成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的三角形之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反弹。那这个反弹的时间级别呢，我认为是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到达18300附近也就是我们在9月份连过来之后的一个波峰连线的这个位置上遇到压力快速跌落回来之后，在16000点这个位置上是有一定支撑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合并波谷的行为之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4次的等位置的在16000美金的一个波谷4次等位置日线级别波谷出现之后，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在未来容易出现新的低点，并且这轮行情我们见证了在10月8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然后10月9日走八戒阴线。那么目前所有的反弹和震荡呢，都是围绕八戒阴线展开的。这样呢，就有理由相信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很快可能会见证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把这个时间级别放大之后，我们可以看到10月7日这一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就有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那么在这个预期下呢，我们看到11月初的这根阴线是悟空阴线，后面的所有 K 线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走出来的震荡所以呢这些 K 线叫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那么目前既然还是下跌趋势，怎样介入行情布局空单呢？
啊，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去布局。首先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看到上方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也就是黄色线和绿色线啊，这两条线呢处在17000美金附近，那么17000点就是目前行情当中的第一道压力。那么再往上方，我们可以看到17900美金啊，这个位置是不断下移的，17900美金是第二道压力位啊，这个压力位呢是由9月份波峰连线过来的啊，所以呢，目前可以进场的点位，可以分摊进场的点位呢，就是17000到17900。那么再往上看，我们要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了。那日线级别上方存在的最终的一个压力位啊，是在19000美金啊，这个位置上存在3重压力。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设置的均线系统有5日均线、10日均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那么目前来看144日均线正在压过来啊，这个位置呢是在19000美金。同时呢，19000美金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上轮行情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结构。波谷连线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的位置也是在19000美金，所以呢，目前分仓式进场你至少要有3个仓位如果你有多个仓位的话，你要考虑上方的几重压力位分别对当前的结构进行了重重压制。那在行情当中你要记住这几点，就足以在行情当中获利。第一个呢是你要判断当前的趋势目前我们根据 K 线西游战法和均线的走势来看仍然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那第二点呢，就是找到合理的布局的位置分仓进场。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几个可以布局的位置那么无论你怎样进场的话，都要把这个仓位打散，同时呢，要设置每一个仓位的止损，最终呢可能获得行情上趋势上的利润那在周线级别，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悟空阴线之后，下面接着走的话，就可能会走周线级别的八剑、沙僧、唐僧，最终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洗优，这也是我们趋势获利的一个方向和目标点位目标点位我们现在暂时不变，还是在10500美金附近，除非行情出现了真正的上涨，并且在日线级别站上了2万美金之后才能算一个突破行情，才能算行情有反转的机会那么目前来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呢，已经完全回补了这根阴线12月16日的这根阴线。回补之后呢，上方是存在压力位的，这个压力位呢是由144日均线在日线级别上形成的，位于 0.073 附近的这个压力。所以呢，根据这个压力位呢，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仍然会回到一个日线级别下跌洗优当中这个日线级别下跌洗优的起始位置呢，是在11月初的行情当中有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我认为都是一个干扰 K 线组。那么在这两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洗优的阴线的指引下呢，下面行情当中可能会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完成它的日线级别的下跌。同时周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9月初的时候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后面所有的阴线可以归类为周线级别对下跌趋势的干扰。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可能会走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走出一个平行于6月份的这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洗优。也就是在未来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可能会让以太坊的价格出现相对于比特币的更快速的一个下跌。那么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上它以横带跌以横带跌形成箱体结构，突破了弧形顶，形成了一个下跌的趋势。突破之后发生反弹，依次突破了压力线和这个144日均线、169日均线，最终遇阻于4877点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在1700点开始下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阴线出现了，八节阴线走出来了，后面的 K 线呢是八节阴线的干扰性 K 线、妖怪 K 线
那么日线级别就有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同时可以把周线级别打开。周线级别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这里是悟空阴线，这里是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周线这个位置上更多的震荡。那如果跌破$1100之后啊，以太坊可能会走出它的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点点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啊，它的反弹力度是逐渐走弱的。如果周二开盘之后美股出现一定的风吹草动，这个结构势必造成破坏。同时我们要知道啊，12月11日这一天已经是焦点，那么在今天的前后时间点上属于一个接近焦点位的一个位置，在接近焦点位的前面和后面啊这一个区域上都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啊。同时我们结合了上方144均线和169均线正在下行，同时呢上方也有4877高点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线啊。因此呢我们判断啊，如果这轮反弹你在各个点位上啊，还是应该积极主动布局空单的啊。同时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同比特币类似的是啊，上方存在4小时级别啊144均线形成的压力啊，在$1250附近。那么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之后啊，上方还有这个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同那个白色的压力位在$1400啊，同时构成了啊这轮行情的压力啊，所以呢缓慢布局你的空单啊，随着反弹呢不断进场你的空单啊，然后呢我们的预期是能够形成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啊，它的下跌趋势得以延续啊，最终出现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个急速的下跌啊，这个是有概率发生的。那么我们的目标点位呢还是在260。然后我们看一个我们之前重点关注的一个币种，也是在之前上涨趋势过程当中我们曾经获利啊大幅获利的一个币种啊。这个币种呢在这个20年的时候低点是在6.45，在这个6.45的基础上啊开始一路疯狂上涨，最终的涨幅呢接近85倍啊，惊人的85倍。到达$500以上之后，开始一路下行，跟随着这个熊市啊不断下跌。那么我们看到了啊，6月份的时候到达低点接近$40，在$40开始反弹一定程度之后啊，又再次开始发生回落啊，它的反弹幅度仅有30%啊，一路下跌之后，目前我们看到新低啊，在最近几天重新出现。并且呢，这个低点我们可以看到啊，是跌破了一个长期以来横盘的位于$40之后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我们可以通过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画出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看到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是它发生变盘的位置，在这个变盘位置附近开始一路下跌。那么在未来呢，我认为黄金坑啊，对于 EGLD 的黄金坑很快就会出现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坑的位置的出现呢，是在以跌破平台为信号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下跌。那么对标的 BNB 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把这个价格调到 BNB 上。K 线调到 BNB 上，我们看它的现货啊，在日线级别上 BNB 同样出现了这样的结构，但是 BNB 的结构呢走得更持久，所以呢一直以来我们认为 BNB 是非常强势的。那在这个强势的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收敛三角形底边线已经在$220附近出现，这样的话啊，它在不断接近焦点的位置上啊，就有可能坠入我们之前的一个黄金坑。啊，我们这是对比 EGLD 啊，我们刚才看到啊 ，EGLD 啊已经在往黄金坑的这个方向走。那 BNB 这个结构啊，在接近焦点位置之后，也有可能掉落到黄金坑。那么 BNB 下方是有支撑的，这个支撑在哪儿呢？通过我们连接18年行情的低点和20行情的低点啊，20年行情的低点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坑的支撑位大概是在目前来看是在$60到$70附近。
如果 BNB 出现下行动作到达$100以下，就是黄金坑，对于现货来说可以埋伏的位置。所以呢，目前 BNB 相对来说是看空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上方这个区域上 BNB 已经走出了符合江恩的44等位置波谷法则的4次波谷这个底部位置，第一次波谷，第二次波谷，第三次波谷第四次波谷。你要看到画出这个波谷它是经过震荡过程当中多个低点形成的一个波谷区域，你要通过合并波谷之后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如果出现下跌那么$100以下是我们准备抄底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回到 EJLD 那对于 EJLD 来说，它的下跌趋势正在进行，所以呢，对于 EJLD 是可以进行做空的因为我的 K 线西游战法有一部分就在说空是空他妈生的涨是涨他妈生的这个话不是骂人，这个话是援引自《大话西游》电视剧里面可以这么理解下行趋势不断新低创下之后还会有不断的低点。那么对于 EJLD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目前它的高点到低点呢已经跌了93%。我认为对于山寨币来说它是不同于以太坊和 BTC 的比特币18年跌了85%，以太坊跌了95%，在18年的时候。那对于山寨币来说，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看到很多都跌幅达到99%。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一点给出EJLD 的目标点位可能会在$7附近所以呢，当前位置对于 EJLD 这种之前的热点币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下跌空间同时呢，在市场当中我们看到WAVES 这个币种呢再次引起了我对它的关注因为它这个币种的走势之前走势非常强劲，在熊市当中2到4月份这轮行情它走出了什么呢？走出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看到这轮强势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让价格高点到达了$63，然后$63附近的这个时候这一周我跟大家伙说，跟这个会员群朋友说可以做空。为什么呢？因为熊市当中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呢这种走势是非常罕见的，一旦出现这种走势，意味着它的上涨将要结束因为它消耗了所有的资源，把这个盘面进行了快速的拉升，拉升之后是要高位派发筹码的。那最终呢，它的派发筹码的方式呢非常凶险。首先呢，做出了2轮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2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我认为这个位置呢是有机会出现反弹的。但是在日线级别上，它仅仅是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预期我们看到一个悟空阳线走出来了，走8阶阳线的时候就被杀死了因为当时行情也是急转直下特别是比特币的行情影响了它的反弹，最终呢它的日线级别反弹没有完整的做出来。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判断日线级别反弹的目标位是在$16因为根据均线这个系统上方的压力是在$16，但是没有走出来，随即开始了缓跌过程。那么我们回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缓跌过程让它走出了继续的下跌，形成了第3轮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也就是说，1轮周线级别上涨之后，伴随着凶险的3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现在的价格呢，已经跌了98%那么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对于 WAVES 来说，就处在了一个价格的发现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把这个 K 线调到现货行情上来必然的现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跌破的位置是在$4.4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画出来。那么跌破平台之后
啊，我认为进入发现区。但是我们看到之前它的最低点是0.26啊，然后呢，它的下一个筹码密集区呢大概在1.23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画一条线，水平线，大概是在1.23啊，在这个位置上去接它的现货。那再往下的行情当中啊，它的下跌空间啊就比较少了。同时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筹码密集区的底部的这个位置上设置一个止损啊，这个止损位呢大概是在0.9啊，1.1附近啊，如果跌落到这个位置上附近啊，价值发现区啊，进场之后止损是在0.9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控制成本损失的情况下啊，控制我们本金受损的情况下啊，可能获得啊它反弹当中的一个利润。毕竟呢，这个币种在之前0.26到63.88啊，最大涨幅达到了253倍啊！惊人的涨幅背后，筹码被庄家被超级主力啊抛弃之后啊，在底部位置还是有机会把它重新接回来。接回来之后啊，超级主力在接回筹码之后，还要做一个动作，非常损啊，非常损人不利己的这个损啊，它要做西索拉喜太阳倒插。吸收筹码的过程，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段的横盘过程。横盘过程吸收筹码之后，然后砸一个坑出来，然后再拉抬价格啊。所以呢，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啊，它在底部吸收筹码之后啊，势必要出现缓涨之后急跌形成一个黄金坑啊。那么我们就要跟随超级主力的做盘动作啊，分布式进场，缓慢进场，最终呢可能获得之后的利润。我们在它的震荡过程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可以画几个箭头。首先是一个急拉的过程，然后有一个下跌的过程啊。我们知道均线系统经常出现平行结构，所以呢，在未来的一段行情当中，还有可能出现与前面拉升过程当中类似的啊一个平行结构。那我们主要的获利的途径啊，特别是做趋势获利的，对于现货来说啊，获利的途径呢，就是要做未来它的这个拉升的过程。那么现在呢，还属于左侧交易，但是呢，在年底啊到2月份的这段时间啊，黄金坑可能出现的情况下，要有一定仓位啊，应对未来的啊重新走牛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呢，对于它来说啊，对于 WAVES， 对于 EGLD， 对于 BNB 来说啊，未来的机会啊，就是在底部出现之后啊，黄金坑出现之后啊，目前呢这些点位呢正在不断的接近啊，我们要有所布局。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